亲爱的，如何去爱？想冲破阻碍，这程序怎么更改？无意的伤害，停止令安排。我可以删除这记忆，从头再来。等待，却停了命运的安排。从前的自己已不在，时间走得太快，无一例外，谁都逃不开。去爱，想冲破阻碍，这程序怎么更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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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学着如何去爱。梦爷，来说说你们相处的怎么样？他这个人啊，总是很神秘，很奇怪，好像他有好多秘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愿意相信他说的话。你这个被爱情和美色冲昏头脑的女人呐！不过换作是我，面对像李医生这样的男神，我也会无条件相信他说的话的。是，你们两个呀，只看外表的女人，肤浅。不是，一开始接近他，那确实是看了颜值，可是后来真正喜欢上他，是因为真真正正的喜欢上他整个人。他正直，勇敢。而且他有一个纯粹善良的心，哎，他救过你对吧？他也救过我啊！我相信，就算路上有个小猫小狗遇到危险，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而且他对他的病人都特别的有耐心，他对病重的小朋友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愿望。我觉得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高尚啊、伟大呀。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心，本心，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永远想着去照顾别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怎么说呢？就像计算机程序输入到灵魂里一样，他根本不是刻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我看到他做这一切，我才懂他，因为懂他，所以才爱上他。你又怎么了？像林医生这种颜值又高、人品又好的男神，明明献英雄救美的人是我嘛？我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好这次机会？哥，你终于回来了。又看吃的，你昨晚没回家？哦，我去公寓那边住了。是女生吗？没有，我一个人。我不信。真的，我一个人。可是你们说，他爱我吗？他都答应做你男朋友了，这不就是明确答复了吗？你们女人啊，太可怕了。那爱这个事儿呢，不是老挂在嘴边的。当然要说出来啊！这憋在心里面的爱啊，就不是真爱。我总觉得他哪里不对。
可是我又说不出来。是恋爱中的人吧，是会疑神疑鬼的。不过梦妍，恭喜你啊！经过你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拿下了男神。和我说说，昨天晚上你们俩共处一室，到底发生了什么？哎，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你还是戒酒吧，别喝了。不过今天早上我们亲了一下。真的吗？好羡慕啊！是菠萝包的味道。哥想什么呢？想您过世了吗？来啦！我叫的暗号你听懂了是吧？是摩斯密码，意思是我回来了。哎呀，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出差那么长时间回家以后，儿子给开门的感觉。哎呀，哎，快点吧。我做了晚饭啊，但是有点凉，我帮你热一下。哎，好好好。哎呀，没想到回家以后还能赶上儿子给亲手做的饭，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啊。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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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做的都是我爱吃的。哎，你不吃吗？我吃过了，你吃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莫白，我不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了？上班，回家，跑步，攀岩馆，就这些。没有出什么事情吧？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和往常一样。都去过什么地方啊？没有。莫白，你有事情瞒着我。智脑系统的语言分析速度是0.04秒，从数据库调取机直接回答问题只需要0.1秒，而你刚才用了至少有半秒的时间回答我的问题，这么大的计算量，你在想什么呢？什么都没想。莫白，你不能撒谎，你的系统和程序会让你暴露的。可能是我电量不足，导致的系统迟缓。我该充电了。是该充电了，可是你先吃饭吧，明天再说。哎，莫白，哥哥最近没事吧？没事。你说的是实话吗？是的，博士。
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想，而且居然还产生了自我隐藏功能。你说这个墨白真的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墨白越来越像了，什么都不想让我知道，而且他已经开始能够自己联网了，这是他的智脑通过自我改造完成的。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智脑能够把所有网络上所有的存储的信息变成他智脑的信息。也许他现在知道的比我还多呢。不知道为什么，他越像我们的墨白，我心里就越不踏实。充电完成。你有事吗？啊，聊聊。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睡觉吗？我这不是睡不着吗？哎呀，只要是有事儿卡住了，我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停止工作。你看这个电脑还可以强制断电，我怎么强制断电？我总不能把自己打晕吧？哎呀，但是我也不能把你打晕啊，这样会违背机器人第一定律啊！对，我只是一个比喻啊。哎，墨白，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自己联网的啊？你又怎么会把你的记忆文件加密呢？你又读取我的记忆啊？对啊。哦，哎呀，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几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改进嘛。之前没有让你联网啊，只是为了保护你，怕你暴露有危险开门。可是没有想到你居然产生了自我隐藏的功能了。哦，我会自我保护。但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身体的爸爸，但不是我大脑的爸爸。但是我是你智脑的制造者呀，你不应该对我加密呀。我刚才检查了智脑系统，我想对你说的是，不是我故意对你加密，而是智脑的自动防御。难道智脑系统会自动给记忆上锁吗？这些天下来，智脑不断地按以前的记忆去学习和处理信息，也就是说，像之前的墨白一样，对于脑部系统来说，你看不到的那些记忆是它的隐私；对智脑来说，如果你强行读取，它就会加锁、加密，启动防御机制。你的意思是说，作为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你已经产生了隐私的概念。人有隐私，机器人也应该有。对，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墨白也好，那我都是你爸爸呀，是不是？你不应该有事隐瞒我。墨白，你要不要把你加密的那些内容跟我说一说啊？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机器人，但我也是墨白。晚安，爸爸。哎，墨白，早。早。昨天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看来你没有睡好。谢谢。是啊，后来
我只能把自己强制断电。你把自己打晕了？对对对，我用安眠药把自己打晕了。哦，你几点钟上班？一会儿我同事来接我，可以顺便带你一路。我今天不上班，休息。哦，哎呀，今天我也不上班，正好可以在家陪陪你啊。你刚才不是说有同事送你去公司吗？我说过吗？哦，那我可能是记错了。哎呀，到底是上了岁数了，不是今天。少吃点安眠药。对。你确定今天没有什么安排吗？你要是确定没事，我可以留下来陪你。我确定，那就这么定了啊。小七，来，博士找我干嘛？小七，快给陈毅发微信啊，就说演讲会改天了，千万不要来接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来找我，就说我有重要的研究。哦，对了，还是老规矩，不接任何人的电话啊。好的，收到。快去啊！冬夜吃这样热腾腾的东西，感觉真好。这时候最好可以热点黄酒来喝。你要是不嫌弃，你从来不喜欢看电视，就把那个喝了吧。小的时候连动画片都不喜欢看，现在看什么那么认真？你研究的智脑还需要学习，好像少了一些东西。这不可能，我在给你输入程序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的遗漏。再说，你的智脑已经可以联网了，还有什么查不到呢？缺的不是信息，是解读方式。像这种情节，我以前好像会懂，但是现在看起来很难理解。别老动手动脚的。老板，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爱情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私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情的情感。你这是百度百科定义。那爱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公主与王子、爸爸和妈妈。那你的理解呢？我无法理解这些关于爱情的定义。啊，关于这一点，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毫无根据的定义啊。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人体中一些化学反应而已。化学反应？就是像电视里的这种反应吗？啊，这些都是在演戏，假的。那爱情为什么需要去演呢？爱情不是人类最真实的自然反应吗？啊，这些都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相信就可以了。爱情是化学反应，需要脑垂体分泌相应的物质。对，理论上是这样。那人工智脑可以分泌出这种物质吗？这个我不知道。确切的说，我没有想过。不过，我认为，所有的反应都可以通过情绪来控制。那其他感情呢？比如亲情。你和莫白是父子关系，你把我制造出来，就是代替你死去的儿子。你希望我和你之间有父子之情吗？不知道。爸，你也不是无所不知。人类的情感远比所有科学技术都复杂得多。
我去跑步，一会儿回来。哦，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啊，我换个衣服，你等我一下啊。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拉伸啊，这样的话运动的时候就不容易受伤。你看这。来扭扭腰啊！好，磨脚尖啊！博士，你行不行啊？别闪着腰了。手臂摆动要有韵律，呼吸要均匀。莫白，你小心！小心什么？林博士的话你刚才听到了吗？关于爱情吗？对，不要让他知道你在研究人类的情绪变化。为什么？人工智能是不可能产生人类的情感的。所谓的爱情呢，从生物学的理论来说，是通过进化的力量主导，通过激素起变化，伴随着爱情激素产生的性欲和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程序。比如说一见钟情，只在1/5秒内，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就像可卡因，会有欲望和渴望。我当然可以产生这种物质了。莫白，你疯了！探知一切新鲜的事物，才是真正的莫白。你又要去啊？我去雨露均沾。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科学家，对吧？我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论，我肯定是不会错。不过呀，我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啊？你就不能跑慢一点？根据智脑身体机能控制，跑得慢不但得不到锻炼，而且身体的技术含量会下降。我都老头了，这肯定是不可逆转。跑快跑慢还不都是一个样？你说，哎，小七呢？嘿，开心吗？好开心！跑哪儿去了？哎呀，到前面去坐一会儿。哎呀，莫白，梦妍。哦，这是我爸。哦，叔叔您好，我叫梦妍。我没事。哦，梦游姑娘。啊？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你跟我们家莫白是医院同事啊？我们是朋友。啊。时间不早了，怎么不去上班？我在等你啊，给你买了早饭，可是你一直都没来。给，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菠萝包的味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了，对吗？回忆片段引发程序混乱，请停止。莫白，哎，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我今天没上班，也没告诉你。停止记忆片段检索，等待程序运行恢复正常。哎，小七，小七，哥，你系统数据混乱，尽快脱身！哦，哎，梦游姑娘，你跟我们家莫白认识多久了？他来医院采访才认识的，没多久。啊，
小七，哎呀，小七，我爸他是科学家，每天面对着电脑和程序，你别介意啊。为什么不告诉你爸咱俩的关系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吧，由你决定。你还是要让你爸先记住我的名字。是，梦游小姐。我先去上班了，然后下班联系。幸好没引起博士怀疑。谢谢你刚才帮我救场。你刚才表现很混乱。我只是一时无法决定用什么态度去和他沟通而已。她是你女朋友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可别忘了，我是智能狗啊！放心，我不会告诉林博士的。谢谢。可是你怎么跟他谈恋爱？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困扰。你需要学习。学习啊？中环上下5000年关于爱情的资料，估计可以绕地球好几圈，肯定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一款，不需要理解，复制就好。你是怎么知道的？虽然不如你先进，可小七也是智能，也可以学习。看来你在家也没少研究，是不是？我好学嘛。走了，回家。走。中午吃什么呢？中午去商场吃吧，顺便买点日用品。好啊，一起去。明明冰箱可以下单，非让出去。我要去充电了，你们去吧。还是那么早啊？去，谁带你？我们一起去啊！走。爸，我们试试衣服吧。啊，好，好。So， 好。爸，这件不错。啊，是不错。爸，试试吧。给我这已经有了，不用买了。你穿吧，试试吧。啊，好，那行。先生，试衣间在这边。啊。啊，你看怎么样？挺适合你的，爸。爸，还有2件。这还要试啊？哎呀，你说我一个老头儿，也穿不了什么衣服。你看你买那么多，我不就是这个在实验室，有的时候去公司，那也就是概率上来说，也就是50-50。我好长时间都没有逛过商场了，商场变得就这样。爸啊，去鞋店看看。哎，怎么还买啊？这些鞋跟我的鞋有什么区别？你好，欢迎光临，2位请随便选购。您拿个43码的给他试试。好，稍等。谢谢啊。这是我的鞋码吗？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啊，43码我得记下来。我的鞋是43码，下次就不会忘了。啊，好，谢谢。哎，我来吧。左脚。来。是儿子吗？啊，对。从来都只看到女儿给妈妈穿鞋，或者爸妈给孩子穿鞋的，第一次看见儿子给爸爸穿鞋。叔叔，你好幸福啊！是啊。合适吗？幸福合适，非常合适。
买了。好，我去开票。老板，这都买的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吧？还有日常用品。哦，对，日常用品。什么日常用品？牙膏和纸巾都快没了，还有你的牙刷，肯定用了3个月以上。林博士，你对你的日常了解多少？唉，原来都是妈妈管这些事儿，妈妈不在了，都是一些同事来帮着打理。哼，现在想来，我连如何生活都不会啊。不是不能改变。怎么解决？你可以再次选择伴侣，我不会介意，我想妈妈也不会介意。这个我倒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以前我一直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现在想表达也已经晚了，我最爱的人已经失去了。你没有失去，至少还有我会陪在你身边。走吧。对。来了，是不是小龙虾来了？你好，您的外卖。这么多天，你就是龙虾配啤酒，颓废单身狗这么过来的？不，配上虐心爱情剧，那才叫颓废单身狗呢。哎呦，爱情就爱情。这都多老的剧了，你也太费劲了。我喜欢，你管得着吗？倒退20多年，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男生，你会不会爱上他呀？哪个女人不喜欢又霸道又深情的男人？哎呀，如果有这样一个男人爱我，也够我活一辈子。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男的也没什么意思呀。我喜欢的人也喜欢着我，这是我的第一标准。哟，没什么恋爱经验，感悟倒挺深啊。这个慕容佩林和你爸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你爸的。谢谢你啊，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可爱的我了。哎呀，和那种顶配的男人谈恋爱是挺有魅力的，但爱情里面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累。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等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给自己找了太多的借口。我就知道，每次跟你聊天，最后啊都会回到对单身人士的歧视上来。哎呦，你都这么大了，你还老黏着你妈，我能不歧视你吗？哎，切！哎呀，你别急，过几天让我黏着你，我都不黏。这个男人眼光值得商榷啊，品味也一般般。比他还帅？不可能。他正直、勇敢、善良，像会发光一般的存在。他不是那种霸道型、气场全开的男人，但是却有另外一种让人居高临下的气度，让我忍不住就想去仰望。现实中有这样的男人吗？肯定是你假想出来的完美男主角。当然有了，得亏继承了你的慧眼，让我发现了这颗大珍珠。我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就等着我把它给你拐回家吧。恭喜啦！需要的时候找我帮忙。来，走吧，跟着啊，来。
不是有2个吗？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应该我一口啊，你一口。这种情侣的定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莫白，在你心里，我们2个是真正的情侣吗？你把我当女朋友吗？我们不像真正的情侣吗？反正我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们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觉得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都没有单独去约会过。你觉得这正常吗？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研究？这是常识。你都研究些什么？研究情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爱情。莫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爱情不是科学实践，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那应该怎么感受？我们约会吧。逛街、吃饭还是看电影？我不管。你不是在研究吗？你肯定研究了一堆情侣约会该做什么事儿。那就这周6，我等你给我一个完美的约会。你刚做完手术，该好好休息，不应该到处乱跑。贾大夫，我就想当着您的面儿跟您说声谢谢。谢谢您救了我，谢谢您替我保守秘密。我说过，你怎么做是你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你这样伤害自己，也失去了孩子，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我知道。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贾大夫，您是个好人。既然有机会能够重新来过，就应该好好珍惜。其实，你还是挺幸运的，有一个那么爱你的丈夫。我明白。其实通过这次的事儿，我也想通了。之前总以为他不在乎我，所以他出差的时候，我那次就喝了很多酒，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其实他还很爱我，我能感觉到。那你爱他吗？我也爱他。好好过日子吧。谢谢你。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No Care APP， 你也在上面吗？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您吗？好。今天要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准备的怎么样？紧张吗？我还好。第一次做微创手术都会紧张。等你多做几台就不紧张了。我让你准备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功课做的怎么样了？这种钥匙孔手术的方法的基本原理我已经烂熟于心。跟一道道长长的伤口相比，2、3个不到1厘米的小口，无论是减轻术中的疼痛，还是对于术后的恢复都大有益处。但是如何避免因在腹腔内冷光源造成视野狭小的问题，如何克服大出血，还有如何避免碰触到不必要的器官，都需要在实践中累积经验。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一会儿要进行手术实际操作。手术期间，你会面临各种问题，到时候你会发现，理论知识仅仅是理论，对实际操作贡献不大。对了，将腹腔镜镜头插入腹腔内，并根据图像显示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工作，就由你来做。我？你。
气腹开口切割结束，人工气腹，放置腹腔镜观察。气腹受到干扰，干扰源光导纤维信号，智脑控制功能将受到影响。怎么会插入血管里？再来。你在想什么？出去，给我清醒清醒。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做好准备了吗？我刚才让你做的只是手术中最基础的工作，你都出错，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要我来指导你吗？你5年的医学知识都学哪儿去了？进。刚才是我的失误，我为我的错误道歉。那你说说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身体不舒服和一时紧张都是借口，我不想听。你怎么理解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从客观上讲，你说的没错。但你知不知道，患者在动手术之前，不仅是把治愈的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我们医生身上，交给我们的而是生命。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失误对于患者来说，也许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手术台不是其他，没有从来，每一次手术，我们都要付出所有的精力和能力。对不起，主任。我希望你能认真体会我说的话。风在天空静止不动，雨只留在双眼之中，谁能懂？有句话我刚刚说出口，突然停在半空中，你无动于衷，心还残留一丝感受，手差一点就能牵住你的手，转过头，你冷漠的面孔竟然预知了寒冬，爱扰乱时钟，当时间都停止，停住这悲伤的姿势，别让你在我视线里消失，没有人能感知即将发生的故事，这幻想足以维持。当时间都停止，谁证明回忆的真实？离别也许是相爱的将来时，只能说声可惜，也许终究会忘记，我至少曾经对你。当时间都停止，谁证明回忆的真实？离别也许是相爱的将来时，只能说声可惜。